过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。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。执念难消，寸真去伪，任风吹。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。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。揭竿宿命，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。山河明媚，执手与君归。思想来回，心不说成灰。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去头屑用雨洁，去头屑用雨洁，雨洁洗发水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今日之事，多谢你了。我看，你要谢的是另有其人吧？确实与我有9分相像，但还是瞒不过你。又何止是我呢？太皇太后，陈述时刚正不移，但字里行间，偶尔却透出女子风格。这言幸当日是张相一力推荐，如今却有意帮你。我看，此事妙得很啊。那太皇太后为何？你娶了位贤妻，太皇太后想来是听进去了那首童谣，差你去办的也是桩苦差事，一定小心谨慎。一定。看来是我错怪夫人了，这一出事，她还算有情有义。他不起，我自己不会说吗？他舅夫是幌子，想借此机会为自焚的陈白衣翻案才是目的。他居然敢利用大哥领，他居然敢利用我，可恶！算了。他也只是想为陈白衣伸张正义。他从哪儿知道我的字迹的？他进了大哥领的书房。难怪模仿的这么像。看不出来啊，他还有模仿字迹这本事。大哥领，他动了您的折子，回去后要不要？留着他，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招。倒是有件事，得即刻去办。先王殿下，先王殿下，不好了，外面！贤王萧仲接旨。臣萧仲，领旨。应天顺使受兹明命，命贤王萧仲赴凤翔府巡查诏。贤王萧仲秉文武之资，怀经济之气，运仁德立身，兹义勇而成物，德才兼备，造福一方。
如今凤翔府旱灾艰难，需筹划指挥，兼国资专制，特命贤王巡案，委之监察，扬我国威，抚慰民心，主者施行。臣萧仲，领旨谢恩。何时动身？贤王殿下，太皇太后有命，此事重大，一刻都不得延误。贤王殿下此行全权由内卫府来护送，大阁令已经安排好，还请贤王殿下安心移驾。好。本王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些花呀。现在早晚温差大，4时浇水最佳，尤其是本王的御医黄牡丹。是。走吧。贤王殿下，请。不知道折子起没起作用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大阁令出宫了。您该放心了，您早点安寝。哦，好，那我再等等。好。夫人，桂花莲子羹，您趁热喝。这个侍女好眼生啊。下官见过相爷。严家六娘果然是聪慧过人呐。沈都早前被抓去宫里，至今未返府中。相爷要是问案子的进展，恐怕是要无功而返了。老夫知道沈都的去向，今日老夫见你，只是想清楚严家的立场。下官不明，还请相爷明言。太皇太后在听闻坊间童谣之后大怒，随即下旨，让贤王殿下去凤翔府监管赈灾。走的时候连随从都没让带，甚至还藏匿了出巡的路线。相爷认为，太皇太后怀疑童谣事件背后乃是贤王，所以要对贤王殿下动手。但虎毒不食子啊！山高路远，要真有什么事情，就为时晚矣。老夫问你，太皇太后把持朝政，无视大仓正统，先帝姓什么？你们严家心中可还有数？下官一心查案申冤，朝中之事，一介女子实在不懂，更难担其中大任。天真！既想步入朝堂，又置身案件中，还想独善其身。别说是你严六娘了，就是你们严家，也难逃干系。太皇太后以社稷为重，也许是相爷多想了。一个连环案，一首童谣，难不成真能卷起这么大风波？佛陀吞罪，这童谣好生歹毒，直指太皇太后其位不正。要波及的话，又岂止贤王一人呐？相爷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我已派人查到，沈家是用飞鸽传书来下达命令和传递消息。此次贤王之行，他们也一定用飞鸽来汇报。你抓紧时间，去找到贤王的路径。到时候，无论这沈都是要刺杀贤王，还是真心保护，我们都好提前准备。飞鸽。夫人在自家府中，怎么也鬼鬼祟祟，如同做贼一般呢？大哥令，我可是翘首以盼，一直在等你呢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太
太皇太后没有为难你吧？害我白白担心了一晚呢。颜六娘，何必惺惺作态？你以为这样就能讨好于我吗？不吃这套，那算了。满意了？身为刑部书吏，应当知道伪造奏折该当何罪。况且你的只言片语惹出朝堂多少事？我当时救夫心切嘛，我也没有写过折子，怎么知道什么该写，什么不该写？救我？哼，怕是拿我当刀使吧？哎呀，夜深怒重，大哥令我们赶紧进屋休息吧。寒门才子陈白衣自焚大仓明堂，呕心沥血多年所著文章尽数被偷。大仓未有苍天石，腐朽察举几时休？各位，凭什么我们苦读诗书，却只能做他们士族子弟的陪读，只能是他们的影子？我们不干了！不干了！不干了！瞧你们这帮穷酸样，要是没有士族，你们连进弘文馆的门都不配，还想出人头地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生来就是低贱！你说什么？是会偷文章的草包！别打了！不要打了！我就要打了！不要打！成何体统！成何体统啊！千篇一律，言之无物。明堂自焚案，内卫府查实的结果如何了？禀太皇太后，内卫府已进一步核验查明，的确如此前所言，学子陈白衣被金氏长子窃取了文章，上门理论又被金氏赶出，还当众羞辱殴打，他心中愤恨，报官无门，最终自焚以明志。弘文馆学子闹事还未停息，江南又来报，看看，行卷不行人间大道，通榜难通天下之功。天下的学子就这么看我们大仓贤能的招考吗？太皇太后息怒。母后，选拔人才乃国之大事，士族门阀千不该万不该以此来维持门第，惹出这等争端。儿臣以为，寒门也好，士族也罢，放一起比比，披针采兰，选举贤能便是。臣以为不可，门印取士乃是祖制，怎能说变就变呀？英王殿下怕不是终日里跟那些寒门学子吟诗作对，而一时拨康迷目了吧？寒门子弟也是我大仓的子民，我为他们说上几句话，张相何故如此大的反应？难不成那金氏小儿郎窃取文章，欺上瞒下之事，张相你早就知道了？太皇太后明鉴，老臣一心只为大仓社稷考量，这选人不能只看文章，家学渊源也是渊源呐。张相此言差矣，一味固守士族特权，已经长出了这么多的舞弊腐败，理应则贤者在其位。太皇太后，西明寺连环案的死者可都是士族子弟呀，保不齐是哪个寒门受了蛊惑而为之。蛊惑？宜疏不宜堵啊！压制终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张相你竟会不知？难不成你想让太皇太后来背负这对天下寒门不公的骂名？老臣对太皇太后的忠心，日月可见呀！若打开仕途的口子，是万万不可呀！太皇太后，好了好了，张相，你快起来。你们两个人争执，也是为了
大仓社稷考虑。沈爱卿啊，明堂自焚案你不是已经查实了吗？那你怎么看？寒门子弟中，真有才学之人，的确需要一个机会。臣以为，或可选一种公平的考核方式求贤，以供太皇太后考察。我看，那就从弘文馆设点吧，则寒门贤者入馆求学。太皇太后英明。啊，是你呀！姑娘，这边坐，来，来坐。多亏了你啊，我那不孝的孙儿也算是瞑目了。大哥领，这些尸骨还要不要？陈书生写的文章深受学子们的称赞，我拿了一本给你。可惜啊，我不认识字。我念给您听。西洲曲，一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，丹山杏子红。这夫人还真是愿意给自己揽活。但他想要的公平和正义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有如此筹谋。怎么了？太皇太后下旨，将弘文馆作为试点，则寒门贤者入馆求学。真的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六娘此事万万不敢贪功，全靠大阁领从中斡旋，此番定能在寒门学子当中落得一个明察秋毫的名声，多好！六娘是替你高兴的。我在意的是这些吗？以后再有所行动，提前知会我一声，要不然我绝不轻饶。也是。你一个白无常还要什么名声？大晚上的要出去闹什么呀？啊，我去活动一下，跑个步，不跑累了怎么能在白无常身边睡得着呢？夫人。他每天晚上都去跑步吗？啊，夫人说这样有助于睡眠。是太亮了。灯没动啊，还是原来那样子。你们也觉得亮吗？府里的人都习惯了。我记得西城有一种布料可以遮蔽光亮，去做张帷幔来。是。还有，以后那边的灯别点了。
省则省。是。大哥领，闯都闯了，进来吧。快给我下来！西明寺的12名死者，身份已经全部核实。这些成队的尸首，生前大多都是熟识，经常出双入对。不过还有2对，并没有查出生前有任何的纠葛。不是说内卫府办事效率高，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查出来？男尸都是氏族，凭借生前的容貌还有衣着，很快可以辨出。不过那些女尸都被毁了容貌，又没有户籍，的确花了些时间。而且，他们的失踪时间同尸体的死亡时间也不匹配。不匹配？那些男性死者也是吗？也是，少则相差2、3月，多则有1、2年。凶手抓走人后能囚禁这么长时间？这样的确风险会更大。女性死者和之前1、2人查到的失踪月季名单一致吗？没错，就是其中各方失踪的月季。你说他们全部都是月季？对。那不对。哪儿不对？这些女尸随身佩戴的金饰，不对。来，您看看这个，啊，真是精美。成色一看就不错，是挺好看的。当着我就感觉奇怪，这些金饰相较于其他饰品都显得过于精致，不像出自普通金坊。这些东西应该也不是一般乐伎能够轻易获取的。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，可锤锤说过，有名气的手艺工匠都习惯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记号。碧江金坊的金匠，当年是宫中司针坊为贵人打造首饰的，开坊不过10年，胜过许多100年老坊，成为城中魁首。那您慢走啊。贵客临门，不知道2位想选些什么？法簪，把你们这边最好的都拿来。是。夫人可有满意的？这个。夫人好眼力啊！多少钱？50两。我就说一般的乐伎买不起吧。夫君，人家要买好看的，等掌柜的来了，让他拿出镇店之宝可好？紫笋茶乃是当今御贡，更以阳县紫笋茶为上上珍品。之前我得蒙圣恩，赏了几两，放在家中一直不舍得喝，倒是贵方阔绰。这是咱们东家的珍藏，贵客临门才舍得奉上的。掌事的还没来吗？哎呀，原来是大阁领和阁领夫人呀！不知2位今日光临寒殿，有何指教？
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，你是英王殿下身边的杨长士。大阁领真是好眼力，竟还记得我这小小奴婢，真是受宠若惊了。这些金饰认得吗？这确有出自我必江金方。好，我要购买这些金饰人的名单。大阁领，您这可就难倒奴婢了。金房开门迎客，来来往往这么多客人，这些年卖出的首饰那也是不计其数，哪能都还记得呀？50两一个的发簪，寻常百姓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买不了几次吧？给不了账本，那你不如告诉我，谁可以给我？这内卫府办案，若有隐瞒，此事严重，可你承担。大阁领稍后，奴婢这便去拿。这个不错，就这个了，简单，适合你。送给我吗？不会是让我自己花钱买吧？女死者佩戴的这些金饰，还当真是价格不菲啊！买这些款式的名单里没有那些乐伎，倒是有几个熟悉的名字。是男死者？哦，没错，他们为博红颜一笑，还真是一掷千金啊！这个好像是笔糊涂账啊，不少出货都只写了宴送，没有数目，也没有具体的去向。金方常常举办宴席，邀请城中那些权贵女眷，想必是赠出去了。这么大手笔，那个杨长士还真是厉害。厉害的另有其人。杨长士是英王殿下的心腹。品阶地位皆非普通工人可比，可刚才他在你面前，口口自称奴婢，还乖乖把这个名册交了上来，看上去是生怕得罪了您这号大人物。扮猪吃虎，其实就是不想让你再继续查金方。他的背后很有可能就是英王殿下。难道他们是想通过宴席来拉拢各大官员后宅的女眷？再通过枕边人去了解各府的心思和动向。怪不得张相会如此忌惮的。你了解英王殿下吗？英王殿下深受恩宠，表面上看起来整日享乐，实则城府颇深。不过你不用担心。估计他很快就会来找你的。
什么意思啊？大哥领，起来。殷王殿下送来请。殷王殿下送来请柬，请夫人参加花宴。这不是大阁里夫人吗？也没人给梳个头呢。我刚瞧见呀，那吴夫人面色不好，听说呀，夫君在外养了个月季。谁让她当年那么想不开，非要下嫁给刑部那个小官呢？男人啊，有权没权，有钱没钱的，都一个德行。就是，我还听说啊，唐大夫人中意过一个穷小子，好的跟什么似的，结果那人跟月季私奔了。我怎么没听说啊？你们知道这唐大夫人为何和燕王殿下关系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呀，他们都喜欢穷小子呗。可不就是吗？就是。来了来了。夫人饶命！哦，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谢夫人。瞧瞧，这沈大阁领的夫人多大胆！这不是严家那个庶女吗？摇身一变，就十足像个大家闺秀。沈夫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席，可能不大适应吧。其实平日也并非这样，只是刚才那位刘夫人，她的郎君几个月前才被内卫府抓去问了话。哦，没事。这个呢，就是夫君在外面得罪人，夫人赔罪吧。所以沈夫人不必放在心上，他们也就是过下嘴瘾罢了。我看沈夫人的裙子也湿了，不如就随我一同去把衣服给换了吧。走。此处名为药泉汤池，在此浸泡，可养生疗伤。沈夫人适宜沾染寒气，不妨上去好好享受一下吧。啊，这太过珍贵了，我还是……我正在调试药泉的新配方，你来了正好帮我感受一下，这新配方的药效如何？唐大夫人还懂得配药呢，只是略懂皮毛而已。没错，百脑香的味道。当日在西明寺门外窥探的人就是他。啊，这是火蛾。我听过这么一个传说，有人见到一只火蛾，便跟随他一起上了山，之后竟得了永生。唐大夫人这样的性情中人，难道也向往长生不老？人生就这短短几十年，如果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就不要有任何的犹豫。待青春年华逝去以后，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恐怕到时候也只是有心无力了。说得极对。来。沈夫人天资聪颖，又与大阁领间谍情深，城中连环杀人案交于你二位手中，着实让人放心。说起来，这梁家也真是多坎坷。我与那梁府大房夫人平日素有来往，可怜她这么一个美人，夫君都不正眼瞧她一眼。如今又失去了儿子。梁家大房夫妻关系不睦。哎呀，瞧我这张嘴，官家私事不应该外传才是。还请沈夫人不必放在心上。还请转告梁大夫人，凶手很快就会被抓到。
无论藏得有多深。沈夫人，英王殿下邀您泡完澡去议事。知道了。都等了2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来？英王殿下。外面花开的正好，竟把沈夫人给忘了。沈夫人不必紧张，此次唤你前来，就是闲聊几句，并无他意。不过，查案归查案，其余的事情，还是不要做为好。沈夫人如此冰雪聪明，应当能懂本宫的意思吧？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，你的夫君没有教过你吗？殿下，大阁领前来接沈夫人回府。这才不过半日，大阁领竟如此记挂沈夫人。看来坊间的传言也并非虚言，你们2位的感情，当真是羡煞旁人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花宴已散，夫人半晌未归，想来是宫中太大迷了路，臣着急，这才来接人。毕竟家中还有很多琐事要夫人去处理。大阁领都亲自来接人了，本宫要是再缠着沈夫人，那岂不是太不识趣了？不过有一句话，本宫还是要告诉大阁领。查命案最要紧。多谢英王殿下提醒。
可有受伤？居然出血了！鹰王可有逼你吃什么东西？会不会有中毒？大葛岭一路辛苦了。上了马车，别人就看不到了。你是不是早就料到我这次进宫会凶多吉少？一个刚学会走路的人，不摔一跤，怎么会知道跌倒有多痛？况且你接了鹰王殿下的一张底牌，敲打一番也不为过吧？接他老底的明明是咱俩，偏就敲我一个。不过，你能过来还谢就不必了。你之前写折子救我，我算是礼尚往来。哦，之前内卫府调查的时候，可有发现梁家大房夫妻不睦？内宅之事，查他作甚？大房的确一直就着二房叔伯不放，整日哭天抢地的。好在那梁吉人算是识得大体，不曾刁难二房。梁承仲是独子，这大房算是被凶手给绝后了。恨他的人大有人在，即便没有被挖心，也活不了多久。那下滴水观音的人亦有杀心，只不过没有那个连环凶手快罢了。